各位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做了30年医学科普的老赵。很多人花大价钱买人参、灵芝进口保健品，把养生当成花钱买平安，可依旧被失眠、关节疼、三高缠上。但那些活到90多岁还能自己买菜做饭、思路清晰的老人，几乎从不碰昂贵补品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真正决定长寿的不是你花了多少钱，而是5个每天都能做的小事。今天我结合全球最新长寿追踪研究，把这5个习惯讲透。第3个习惯，90%以上的人都想不到，看完一定要收藏转发给家人。先给大家讲3个身边真实案例，看完就知道习惯对长寿的影响有多惊人。第1个案例，我老家的王大叔，今年75岁，退休金大半都用来买保健品，什么深海鱼油、虫草胶囊、护肝片，家里堆得像小山。他每天按时吃补品，却改不了重油重盐的口味。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一坐就是1下午，遇到烦心事就憋在心里。去年体检查出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还有轻度脂肪肝。医生让他调整生活习惯，他却觉得补品吃够了，不用怕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保健品只能辅助调理，长期糟糕的习惯会持续损伤血管和内脏，再贵的补品也补不回来。更危险的是，这种依赖补品的心态会让你放任自己的坏习惯，最后将小病拖成大病。第2个案例，我小区的陈奶奶，今年93岁，从没吃过高价保健品，每天粗茶淡饭，自己买菜做饭，打扫房间，上下5楼不用人扶，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。我采访他时，他只说自己几十年坚持做5件小事。第3个案例，我之前遇到的一对老夫妻，都是78岁，大爷爱抽烟，久坐吃饭吃到撑，大妈每天规律吃饭，适度活动，不憋心事。结果大爷查出冠心病，大妈身体比同龄人年轻10岁。这3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基因只占长寿因素的30%，剩下70%都是日常习惯决定的。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有2个误区，一是觉得父母短寿，自己再怎么养也没用；二是觉得养生就是花钱买补品。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最新研究证实，哪怕没有长寿基因，只要坚持5个基础习惯，你完全能健健康康活到90岁，不用常年吃药遭罪。在讲习惯之前，老赵先用大白话跟大家说清楚，为什么50岁后习惯会直接决定寿命。人过50，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机器，零件开始老化，代谢变慢，血管弹性变差，肠胃消化能力下降，大脑清理垃圾的效率也低了。年轻的时候熬夜，吃重油重盐的菜，身体能快速修复，可50岁后，这些坏习惯带来的损伤，需要几倍的时间才能恢复，甚至无法恢复。举个常见的场景，很多人吃完晚饭就坐着不动，食物在肠胃里堆着，转化成脂肪，附着在血管壁上，慢慢就形成了三高。还有些人爱生闷气，遇到子女矛盾、邻里纠纷，憋在心里睡不着，长期下来，血压会悄悄升高，心脏也会受到影响。再比如睡眠，很多人退休后作息混乱，夜里刷手机到凌晨，白天睡1下午，这样会让大脑无法正常修复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都避开了这些损伤身体的行为。他们的5个习惯刚好对应保护血管、养护肠胃、稳定情绪、激活大脑、强健骨骼，而且操作简单，不用花钱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人等到身体出现疼痛、眩晕才想起调理，可这时内脏和血管已经出现不可逆的损伤，只能靠药物控制。真正的养生不是生病后补救，而是通过日常小事提前减少身体损伤。2024到2025年，国际老年医学联合实验室
联合国内多家3甲医院，做了一项跨度2年的长寿追踪研究，研究覆盖了中国、日本、南欧3大长寿区域，追踪了3267位90到108岁的老人，记录他们的日常作息、饮食、活动等细节。最后筛选出2814位没有特殊长寿基因、不用长期吃药的老人，发现他们有5个重合度高达 98% 的日常习惯。下面我逐条讲解。第3个习惯，大家一定想不到。第1个习惯，每餐7分饱，饮食清淡粗细搭配，细嚼慢咽，不暴饮暴食。调研里所有长寿老人，没有一个吃饭吃到撑的，都坚持7分饱。94岁的江苏李爷爷，早餐就是1碗杂粮粥，1个鸡蛋，1小碟青菜；午餐1小碗杂粮饭，1点瘦肉和2种蔬菜；晚餐只吃半小碗杂粮饭配素菜。哪怕逢年过节吃到7分饱，也立刻放下碗筷。他说年轻时候家里穷吃不饱，后来生活好了，身边很多人顿顿大吃大喝，60多岁就患上糖尿病，自己从50岁开始控制食量，从没断过。还有97岁的云南张奶奶，味觉退化后也不重油重盐，每口饭都咀嚼20次以上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7分饱不是挨饿，而是吃到不饿，还能再吃2口时停嘴。搭配粗粮和蔬菜，既能保证营养，又不加重肠胃负担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人中午随便吃饭，晚上暴饮暴食，可夜间代谢是全天最低的。晚餐吃太多，对血管和血糖的损伤是午餐的3倍。调研还发现，长寿老人的主食都会加糙米、燕麦、玉米等杂粮，占主食的1半。肉类优先选择鱼肉、鸡胸肉，很少吃肥肉和动物内脏。第2个习惯，每日碎片化轻度活动，拒绝久坐，不做高强度运动。99%的长寿老人每天累计活动不少于90分钟，但没有1个人跑步、负重健身。92岁的山东王奶奶自己打理小菜园，早上摘菜浇水，上午绕小区慢走，下午做家务，晚上饭后活动手脚，从不久坐。96岁的东北刘大爷不跳高强度广场舞，每天早晚慢走30分钟，看电视每3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。101岁的福建陈阿婆腿脚不便，就坐在椅子上抬手抬腿，每次10分钟，分6次完成。很多中老年朋友有2个运动误区，一是觉得养生就要暴走1万步，强行剧烈运动，磨损膝盖，加重心脏负担；二是觉得年纪大了要少动，长期久坐，肌肉萎缩，血栓找上门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人体器官用进废退，温和活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强健肌肉。更危险的是，每天久坐超过6个小时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会翻倍，这也是很多人突发脑梗的重要原因。第3个习惯，保持适度亲密陪伴与肢体接触，不隔绝夫妻温情，这是本次研究最颠覆认知的发现。调研显示， 92% 的长寿老人有伴侣陪伴， 87% 的人每天会和老伴牵手、拥抱聊天，每月保持适度温和的亲密相处。独居老人也会每天和子女、老友拥抱谈心。105岁的法国华裔周奶奶和老伴相伴82年，每天睡前牵手聊天10分钟，出门手牵手，每周有温和的亲密互动。2位老人都没有3高，思维清晰。他跟调研团队说，很多人觉得70、80岁就不该有夫妻温情，刻意分房疏远，心里缺了情感寄托，睡眠变差，身体自然出问题。93岁的吴大爷和老伴结婚70年，每天饭后互相揉肩捏手，不冷战不憋火。68岁查出的轻微高血压，靠这个习惯搭配饮食，10几年没吃过降压药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牵手拥抱这些肢体接触会让大脑分泌保护血管的快乐激素，减少压力激素。更危险的是，
长期独居、没有肢体接触的老人。老年痴呆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有陪伴人群的 3.2 倍。这里要说明，这个习惯不是指深度亲密行为，是日常牵手、拥抱、按摩、谈心都可以。独居的朋友多和亲友线下见面，抚摸宠物也有效果，不用觉得难为情。第4个习惯，不积压负面情绪，每日倾诉，保持好奇心。所有长寿老人都心态豁达，不憋烦心事。95岁的湖南赵奶奶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当天就找老友聊天，说完就忘。闲暇时学种新花草，刷新闻，对新鲜事充满兴趣。98岁的天津孙爷爷和老伴吵架，从不冷战，当天就化解，每天看新闻，学手机新功能，大脑一直很活跃。很多中老年朋友爱生闷气，子女婚姻、养老问题都憋在心里，反复琢磨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负面情绪会刺激血管收缩，升高血压，还会降低免疫力，让肠胃出问题。更危险的是，常年生闷气的人，肠胃息肉、甲状腺结节的风险会高出 60%。而保持好奇心，接触新鲜事物，能激活大脑细胞，延缓健忘，这也是长寿老人思维清晰的关键。第5个习惯，固定作息，规律小憩，不熬夜，晨起慢起身。所有长寿老人都作息规律，晚上10点半前入睡，早上6点到7点起床，中午小憩15到20分钟。94岁的浙江郑爷爷，不管过节还是子女回家，都10点半休息。早上6点起床，中午小憩20分钟，几十年没变，睡眠一直很好。96岁的四川李奶奶，睡前温水泡脚，不看刺激性视频，中午从不睡超过30分钟。很多人退休后作息混乱，夜里刷手机到凌晨，白天睡一下午。还有人睡醒猛地起身，引发头晕摔倒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段，熬夜会中断修复。更危险的是，作息紊乱的人，3高和老年痴呆的风险是规律作息人群的 2.7 倍。晨起猛地起身，还可能诱发中风。接下来给大家全套落地方法，不管腿脚方便与否，是否独居，都能执行。第1个习惯，实操。早餐吃杂粮粥加水煮蛋加凉拌青菜，不吃油条甜糕点。午餐半碗杂粮饭加手掌大的瘦肉涮鱼肉加2种蔬菜，烹饪用蒸、煮、清炒，油量不超过2小勺，吃到7分饱停嘴。晚餐1/3碗杂粮饭加蔬菜加豆制品，不大量吃肉，8点后不进食。每日盐摄入不超过5克，喝1500毫升温水，少量多次。3高老人主食全换杂粮，杜绝甜食，多吃豆制品、剩菜、绿叶菜，不反复加热，发霉食物直接扔掉。第2个习惯，实操行动正常的老人。早上慢走30分钟，上午做家务20分钟，下午散步20分钟，晚饭后活动20分钟，看电视每30分钟起身5分钟。膝盖疼痛的老人每天分6次坐姿抬手抬腿，每次10分钟，搭配轻度家务，累计活动60分钟以上。卧床老人，家人每小时帮忙翻身活动4至5分钟，每天累计40分钟。禁忌不空腹暴走，不跳高强度广场舞，不负重爬楼梯。第3个习惯实操，有老伴的每天牵手谈心10分钟，出门牵手，互相按摩5分钟，每周保持温和亲密相处，不冷战分房。独居的每周至少3次和亲友线下见面，握手拥抱，面对面聊天半小时。养宠物的每天抚摸10分钟，多参加社区活动，核心是情感陪伴和温和肢体接触，不用有心理负担。第4个习惯实操，情绪疏导3件事，任选其一。烦心事当天倾诉，写随笔撕掉。出门散步10分钟转移注意力。每天花20分钟接触新鲜事。看新闻，
学手机功能，种花草都可以。突发心慌时，深呼吸3分钟。第5个习惯实操：晚上10点半关灯，睡前温水泡脚5分钟，不看刺激性内容。早上6点7点起床，执行3步慢起身，平躺半分钟，坐起半分钟，站立半分钟再走动。中午小憩15到20分钟，不超过30分钟。失眠的人睡前不喝浓茶，不大量喝水，夜里醒了不看手机。有高血压的老人晨起不立刻晨练，吃完早餐再出门。老赵再帮大家汇总5个习惯的核心：一是每餐7分饱，清淡粗细搭；2是碎片化轻度活动，不久坐；3是多和身边人肢体互动，情感陪伴；4是不憋负面情绪，保持好奇心；5是规律作息，晨起慢起身。这里给大家3条重要提醒：第一，长寿不靠昂贵，保健品7分靠习惯，3分靠饮食，别把退休金都花在补品上，忽略日常小事。第二，50岁是养生黄金期，现在开始调整习惯，比生病后补救管用，晚年不用吃药遭罪。第三，别被刻板想法束缚，尤其是第3个习惯，温和的情感互动对健康的好处有医学数据支撑，不用难为情。很多人问父母短寿，坚持这些习惯有用吗？答案是有用。调研里很多长寿老人，父母寿命都不到70岁，靠长期坚持习惯，照样活到90多。还要提醒大家，5个习惯要一起坚持，只做1-2条效果有限。比如只清淡饮食，却久坐生闷气，血管还是会受损。最后，老赵想问大家，你平时有没有坚持其中的习惯？第3个习惯，你之前想到了吗？你身边的长寿老人有什么独特习惯？您有类似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我会逐条回复。觉得视频实用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老伴和亲友，关注老赵，下期给大家分享更多接地气的养生知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